我与齐玉衡恩爱10年，可待他离世后，我却在书房暗格中发现一幅画像，画中人与我7、8分相似，眉间却有一点痣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17岁。茶楼下，齐玉衡正被几个纨绔子弟团团围住，三妹催促着我上前解围，可她眉间一点嫣红，分外惹眼。我怔了怔，轻轻摇头。个人有个人的因果，我不插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与齐玉衡做了10年的夫妻，举案齐眉，人人艳羡。他病入膏肓时，我求遍了京城的名医，他们却都同我摇头。我跪在佛前，日夜不停地吟诵经文，只盼神佛能显灵一次，可他们不回答。后来我终于认清他离去的现实，为他收敛一物，收一件，眼泪便流一遍。收到书房时，推门的手顿了一顿。他不喜旁人进书房打扰他，连我也不例外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第一次为他收拾书房，也第一次不小心碰开了书案上的暗格，里面有一幅画卷。玉衡常说，丹青并非君子正途，因此极少作画。心中一动，一种奇怪的直觉攫住了我，抹了眼泪，小心地展开，只一眼，我便愣住了。画中人与我7、8分相似，便是有灵见了，恐怕也会认作是我。但他眉间有一点痣，她是我三妹。我忽然像溺了水般难以呼吸。画卷之下还放着几封尚未寄出的书信，我强撑着力气，颤抖着打开，开头赫然写着挚爱真真。我如遭霹雳，四肢百骸仿佛灌了铅一般难以动弹。叶真真是我三妹的名字。年少时一些被我刻意忽略的细节，此刻像走马灯一般在脑海中旋转。我怔怔地看着前方，目光失焦。忽然想起齐玉衡临终时，我紧紧攥着他的手，忍住哽咽，笑着让他在奈何桥上等我。他费力地扯出一个微笑。那时他心中在想什么呢？想的是与我生生世世永不分离，还是来世要与我三妹再续前缘，终成眷属？在睁眼时，我回到了17岁。茶楼下便是闹市，喧闹得让我恍惚。放下手中的茶盏，我按照记忆看向楼下小巷，只见几个5大3粗的壮汉将一个白衣书生推搡到墙角。前世我侠义心肠，路见不平便上前解围。那书生虽挨了几下打，白衣染上脏污，脸上也青了一块，可见了我，却仍然不忘礼节，艰难地行礼。小生齐玉衡，多谢姑娘相救。清正端方，不卑不亢，便是我心目中的君子态。年少时一眼心动，总是说不上缘由。与他成婚后虽清贫，却也相敬如宾。世间难得如意郎，我何其幸运！如果不曾看到那幅画的话，如今重生一世，我忽然不想再与他有什么牵扯了。坐在对面的三妹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惊了一跳。他们怎么欺负人呢？我们得去帮帮他。我摇了摇头，个人有个人的因果，我不好插手。他见我事不关己，顿时生了气。大姐，你怎能如此不近人情？你不去，我去。说罢便带着个丫鬟气势汹汹地下楼了。我仍旧坐在窗前，目光却挪不动，心情复杂地看着巷子里的佳话。齐玉衡，这一世我成全你。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那几人一见三妹，立刻停了手。齐玉衡仍然像前世那样端端正正地行礼道谢。三妹得意极了，抬手便让丫鬟取了5两银子送他。他犹豫片刻，竟收下了。我看得愕然。前世我见他清贫，便将他带回府，安排了个账房先生给他做。本是想着他们读书人最好颜面，断不敢用金银折辱了他。当时他面露难色，我想定是他不肯随意受人恩惠，觉得心中不安。可今日他却就这样收下了陌生人的施舍。三妹将他领回了家。爹回来问起，我只说不知。三妹却振振有词，叶家家财万贯，却缺个读书人。齐公子知书达理，气度不凡，来年定能高中。到时再当个父母官，莫说这整条街，便是这整座城的商铺都收入我们家囊中，也不在话下。爹被他一番话说得热血沸腾，
好像躺着数钱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，当即拍了板。好，珍珍，你可得好好对待齐公子，将来当个诰命夫人也未可知。我在一旁尴尬的喝茶，没忍心告诉他们，前世齐玉衡屡试不第，最后还是花我的嫁妆去捐了个官做，只可惜福薄，还未来得及上任便害了病。有了爹的首肯，齐玉衡便在偏院住下了。这一日黄昏，我路过院中竹林，恰好听见三妹娇滴滴的声音：齐公子，那幅画你昨日画了一半，如今可画完了？齐玉衡语气温和，隐隐带笑：珍珍姑娘放心，既是为你画的，自然细细描摹，只是姑娘眉眼生的精致，如何都画不尽其中风致。我脚步一顿，三妹轻笑了一声，似乎还有些娇羞：那你可不能再推辞了，若再搪塞我可要生气了。我怎舍得姑娘生气？齐玉衡低低一笑，只是怕画的不好，辱没了姑娘。竹林掩映间，我隐约看见那展开的画卷，几乎呼吸一滞，不可避免地想起书房暗格中那幅被人珍而重之的画像。前世他刚入府时，我也曾求他为我画一幅画像，他推说不敢失礼。后来成了婚，我再度提起，他说作画并非君子正道，仍是不肯。如今却为珍珍反复描摹，原来他不是不会画，不能画，只是不愿为我画。我定了定心神，继续向前走。见我出现，齐玉衡的脸色忽然僵了一瞬，下意识地起身将画卷挡住，勉强笑道：大小姐。三妹被打断，不高兴地瞥我一眼：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目不斜视，冷冷道：路过。这青天白日的，难道有什么怕我看见？我大步上前，随手拿起画卷，笑道：齐公子画技果真高超，第一次画三妹便栩栩如生，仿佛已经画过千百次了。只是这画技毕竟不是科举正道，齐公子莫要不分轻重才是。齐玉衡面色尴尬，连连称是。三妹赌气要与我争辩，我只冷冷扫他一眼：若是传了出去，你姑娘家的声誉还要不要了？说罢，转身便走，不再理会他们。天气逐渐转凉，到了各家各户置备冬衣的时节。这档口，我家城东成衣铺的掌柜却被挖走了，还带走了几个能干的绣娘。丁掌柜与我爹是多年的老交情，竟在此时做出这样背信弃义的事。我爹急火攻心，气得一病不起。前世是我揽下了这差事，精心设计了冬衣的新样式，引起京城的新潮，才挽回了损失。可这一事，齐玉衡却主动请缨，承蒙府上收留，玉衡无以为报。虽然才疏学浅，却凑巧略懂一些账目。若是伯父看得起我，我愿意毛遂自荐，暂代其职。我爹面色苍白，听了他这话，却挤出一个微笑来。齐贤侄满腹经纶，将来是要治天下的，管个商铺自然不在话下。珍珍，你跟着贤侄一道去，也学学人家。三妹当即欣喜地应下，我心中却疑窦丛生。齐玉衡前世最厌烦经纶俗物，便是见着我做些小物件拿去市集上卖，都免不了嘟囔几句，说这些事情沾满了铜锈味，上不得台面。可他整日忙着读圣贤书，家中一分钱进账也没有。若是没有我辛苦操持，我们哪里来的米下锅？前世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，怎么今日忽然转了性？我直觉不对，上前劝说：爹，齐公子来年还要考春闱的，怎么好用这些杂事来烦他？不如还是交给我吧，我从前耳濡目染，也通晓些经商之道。齐玉衡当即面色一变，急忙应道：不打紧，只是若伯父不信任我，那我自然不敢再多言。我爹这辈子没读书科举，对读书人是一等一的敬重。闻言顿时慌了：贤侄莫要多心，这差事由我拍板，便交给贤侄来办。还有不解气，调转矛头向我：胡闹，还不快给齐公子道歉！我是病了，不是死了，这叶家还是我做主。我不再多言，垂下头伏了伏身。齐公子恕罪，是我多嘴了。我虽让了这差事，却也仍旧留着心眼，倒也并非笃定齐玉衡心里藏奸，只是他考了10年功名，一无所获，让他经商，我心里更没底。过了半月，
我翻看丫鬟送来的账簿，越看越不对劲。先是这日常用度，他住进来不过10几日，账本上却记着各色上等用具，这用度竟比我房中的还高档几分。再是成衣铺这几日的账册，苏杭丝绸是固定的几家供货，他忽然换了别家。这金丝线也是旧年的惯例，一直以来都是定额定数，怎得到他手里凭空多支了100两？将账册摔在案上，我揉了揉眉心。前世我未与齐玉衡成婚，断了与叶府的联系，我们2人清贫度日，却也甘之如饴。10年相处，我只觉他温润如玉，贫而有志，却不曾想今生的他在锦衣玉食面前，片刻便能折腰。我不禁陷入沉思，难道我前世从来不曾了解过他？不待我细想，三妹便举着一个香囊，喜滋滋地来到我房中。玉衡哥哥今日送我桂花香囊呢。他说，桂子月中落，只有这月宫里种的花，才配得上我这样神仙般的人。他还说，待他考取了功名，便要同爹求娶我呢。我心中咯噔一下，这话齐玉衡分明也对我说过。望着三妹羞涩的笑容，我一时不忍打破，可犹豫片刻，终究还是轻声提醒了一句：真，男子的情话未必就是真心话。他一愣，旋即不满地撅嘴：大姐，你怎么总是这样说他？你是嫉妒我了吧？沉默良久，我只轻轻喝了一口茶，没再说话。隔日正午，爹忽然唤我去正厅，进了门才发现，除了齐玉衡，旁人都在，但爹身旁站着的人，却让我脚步一顿。一身缟素，行销骨立，眸中却清亮，是陆修锦。与前世一样，他上门为的是报丧。我爹未发迹时，曾和陆家叔叔结拜，将2家儿女指腹为婚。来京城从商后，与家乡的联系越来越少，便也渐渐忘了此事。若不是他父亲过世，临死前让他带着信物来寻我们，恐怕他也不会登门。那做信物的玉佩玉质浑浊，粗糙不堪，连我家茶杯用的玉料都比不上。可我爹一见，顿时流下泪来。他哽咽着说，君子一诺千金，待出了孝期，便履行婚约。不巧，当时腹中的女儿便是我。前世我早已对齐玉衡芳心暗许，断不肯同这乡野小子成婚，去他安顿的别院大闹一场。陆修锦也不恼，只静静地看着我。大姑娘若是不愿，我断不会强人所难，明日便去寻叶叔叔说清楚。可爹听了，却痛斥我有眼无珠。我执拗地跪在大雨中2个时辰，声泪俱下，说我死都不愿意嫁给他。没等爹同意，便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待大病一场醒来时，陆修锦已离开了府上，这婚事自然不了了之。后来我爹过世，他来吊唁。多年不见，当年清贫狼狈的他，如今已然高中状元，前途无量。他不言不语，却同我们至亲一样，为我爹守了7天的灵。临走时，他取下腰间的环佩给我，伯父当年接济的恩情，我无以为报。你们日后若是有难，便来寻我，我定全力相助。他眼中平静无波，可递过信物的指尖却是暖的，暖得我心中有愧。这些年他孤身一人，无人帮衬，吃过的苦想必难以计数。于是这一事，众人面前，我轻轻点了点头。这婚自然是要成的，若是有什么缺的，只管派人和我说。我盯着下人将他住处收拾好，又添置了诸多日常用具，与齐玉衡所用相比，只高不低。他受宠若惊，连连行礼道谢。修锦一介乡野莽夫，平日里粗野惯了，这般礼遇实在受之有愧。我托起他的手臂，微微一笑。陆哥哥何必多礼，我们有父母之命，将来是要共进退的。这些东西不过9牛1毛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他却忽然红了耳尖，连说话也开始磕巴。是，只是修锦身份低微，恐委屈了大小姐。他抬起头看我，目光澄澈，一字一句道：若是大小姐不愿，修锦也无半分怨言。前世最后一次见他，他已沉浮多年，心性沉稳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如今忽然见到他年少时这般纯情的模样，倒是有趣的紧。我既已说了嫁你，又怎会食言？见我一笑，他又局促起来。冉冉！突兀的一声喊叫从门外传来，我心头一跳，
疑心是自己听错了，转身一看，竟是祁玉衡脚步匆匆地进门。我面露疑惑，祁公子这是？他脸色铁青，生硬道：“你要与陆修锦成婚？”我疑惑更甚，脸色也沉了下来，是又如何？这一世我与祁玉衡不过几面之缘，几乎连话都不曾说过。我与谁成婚，又与他何干？他面色一僵，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不留情面。沉默片刻，他看着我沉声道：“不可。”陆修锦剑眉一竖，上前一步将我护在身后。有何不可？祁公子是府上的客人，如此也太不知礼数。祁玉衡冷哼一声：“陆公子也不过是府上的客人，倒也拿起桥来了。听我一句，大姑娘金枝玉叶，断不会青睐你这样的乡野村夫。”他昂起头，笑中带了些嘲弄之色：“还是莫要自取其辱才好。”我嗤笑一声，示威似的挽上陆修锦的臂膀。陆修锦身子一僵，却也没说什么。祁公子，我与陆哥哥的婚事是父母之命，何时轮到你来智慧了？一声陆哥哥，让祁玉衡顿时面色一变，口不择言。大姑娘，你如今尚未出阁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也便罢了，私下竟还举止轻浮，不知检点。若是被旁人见了，往后将如何自处？我怒极反笑，声音却冷极了：“祁公子，你一个外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在我叶家说主人的不是？许是我们动静闹得太大，三妹也过来了。祁大哥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”见了三妹，祁玉衡仿佛忽然回神，他朝着珍珍扯出一个微笑：“无事，只是来拜访陆公子。如今见也见过了，便回去吧。”他们一走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挽着陆修锦许久。我慌忙撤开，脸色微红的道歉：“失礼了。”他下意识抚上被我挽过的臂膀，怔了怔：“无事，我知道大小姐是情急之下才如此，只是这祁公子可是与你有什么过节？”我认真地摇了摇头：“我也不知。”这一问的答案，当夜便明了了。丫鬟都退下后，我将要睡下，忽然有人从窗口翻进来，我惊骇万分，颤声道：“谁？”“是我，冉冉，是我。”这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前世传来，让我混沌的意识骤然清醒。祁玉衡渐渐靠近，我却不可自抑地发起抖。他也重生了，他重生了，选了三妹。明明是意料之中的事，心中仍然泛起几分苦涩。他在我床前站定，伸手揽住我。被他触碰的那一刹那，我忽然恶心至极，疯了一般挣开他，啪的一声甩了他一个巴掌。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嘶哑的不像自己：“祁玉衡，你疯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他软了声音，轻声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你是我的冉冉。冉冉，我来寻你了，上穷黄泉下碧落，我们说好的，永远不分离。”言辞恳切，动人心弦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前世早已见过三妹的画像，见过那书信里的字字句句，今生更是见过他对三妹的温言软语，体贴入微。我抬手又甩了他一个巴掌，他却不躲不避：“冉冉，是我不好，没有早些认出你。你既然与三妹情投意合，又来找我做什么？难道祁公子想的是肩挑两房，享其人之福？”他忙攥住我的手，道：“珍珍是你的妹妹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，你为何同她置气？我对她友善，不过是报恩罢了，我心中只有你一个。之前对面不识，不敢再打扰你，可如今知道你要嫁给别人了，我才明白，一世夫妻的恩情哪是这么轻易能抛却的。冉冉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嫁给陆修锦。”他动情的以假乱真，可说的话却漏洞百出。对面不识，若当真对面不识，他哪来的胆子夜闯闺房？我甩开他的手，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他：“祁玉衡，你要我家的铺子做什么？经商上不得台面，不怕污了你读书人的清白。”他面上一僵，躲闪开我的目光：“报恩的事，怎么能说是上不得台面？”我冷笑一声，状似不经意地说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当是祁公子不想再过苦日子了，要入赘给我叶家呢。”他当时面上长红，也顾不上躲闪了，不可置信地指着我，气急败坏道：“你血口喷人！”旋即反应过来失了态，
勉强端起脸上的笑容。冉冉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想着待我向伯父证明了才能，便求娶你。我再没有心思同他周旋了。祁玉衡，你再不走，我便喊家丁来打杀了你。他脸色忽然一沉，声音中带上几分沉痛。叶初然，你看着我，你嫁给陆修锦，是不是为了他将来那个状元？当时口口声声说奈何桥上见，你竟然先变了心。我轻轻合上眼，大喊一声，来人呐！侍女听见我的叫喊，推门便要进来。你……她只能瞪我一眼，快步翻窗离开。我一人在黑夜中睁着眼，直到天光大亮。有些从前困惑的事情，忽然有了答案。原来他是过够了苦日子，想换一种活法了。前世我与三妹一起救了他，一见钟情的却是我和他。三妹虽也对他频频示好，他却只将她当作未长大的妹妹看待。我与他成婚后，清贫度日，直到我爹过世后，我与他回来守孝。他这才知道，原来三妹招了婿，一直住在家中。叶家所有的家产都由三妹和他夫婿继承了。我作为外嫁女儿，除了嫁妆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。他后悔了，所以暗格画卷上的三妹，并非年少模样。当时我还诧异，三妹素来爱穿粉着绿，怎么画中的她一身素衣？原来那是孝妻装束。原来是从那时起，她动了心思。爹过世后没有多久，三妹来过我家，她同我抱怨妹夫木讷，一点不懂女儿心，哪里比得上姐夫玲珑心窍，才思敏捷。我当时虽然心下觉得怪异，却也只能安慰她。如今才明白，恐怕他们当时早已思相授受。我不敢再深想。成衣铺这些日子在祁玉衡手里亏损不少，我隐晦地暗示爹账目有问题，他却吹胡子瞪眼。读书人做事自然有他的道理，那成衣铺多年循规蹈矩，的确需要大刀阔斧改革一番。我猛地愣住，他前世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当时我接手了成衣铺，与秀娘研究冬衣的新式样，3天3夜没怎么合眼。成品送到他眼前，他却猛地摔了杯子，气得不轻。胡闹！这么多年的旧例，你说改就改，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如今他对待祁玉衡，却是完完全全两副模样。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。这么些年，我早该明白，他需要的从来不是个能干的女儿，而是个儿子。即使这个儿子并非他的骨肉，即使这个儿子实则无能至极。我暗暗攥紧拳头，片刻又松开。他如何想，我不能左右，但我绝不会让步分毫。我没有同他争辩，而是来找了陆修锦。既然他信重读书人，我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将成衣铺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。他点头，既然大小姐托付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没想到会这么顺利，我以为他会推脱，毕竟我爹才是如今叶家的话事人。我没忍住，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他却愣了愣，耳间又染上一抹红色。本就是事实，应当让伯父知道。何况大小姐说过，我们2人共进退。我忍俊不禁，我装模作样的带着陆修锦去叶家名下的铺子走了一圈。傍晚回来便去找爹。有了陆修锦的旁证，爹终于认真看起账册来。出了门后，我向陆修锦道谢，但也没忘了暗示他，我们成婚后，这些都是你的，被外人贪去了总是不好的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眉头一皱，摇了摇头。这经商之事，大小姐胜我100倍。叶家产业当然是叶家人来管，我绝无侵占之意。我自然知道他没有，否则前世我与家中决裂后，他大可以再去找我爹。但我话锋一转，笑着问他，怎么个胜过100倍法？他也微微一笑，像平静无波的水面上忽然落了花瓣，泛起层层涟漪。大小姐刚刚带我参观，从成衣铺到茶楼，采购、运输、客流诸多事项都说得头头是道。若是科举考这些，大小姐定是新科状元无疑了。我不免心头一动，跟在爹爹身边，也听过不少恭维话，可都没有今日这2句深得我心。爹爹说这不是女儿家该干的事情。祁玉衡说童秀卫玷污了圣人门楣，
说京中贵女谁同我一样抛头露面。可陆修锦却说，我胜过她100倍，胜过旁人也100倍。我扯出一个微笑，看不出来，陆哥哥平日不言不语，说起漂亮话来倒是有一套。陆修锦却有些困惑似的，眨了眨眼，句句属实，怎么算是漂亮话？月光已然爬上了树梢，月下人白衣胜雪，容色清淡。我一时间怔然，江南那批丝绸出了问题。若只是数目不同便也罢了，可顾客纷纷上门来投诉，说这料子才刚过水便抽了丝。多事之秋，这件事情更是让成衣铺的生意雪上加霜。齐玉衡被质问时，脸色惨白。这赵家的丝绸比别家便宜2成，我想着能多1分利润也是好的，谁知我将账册甩到他面前，冷笑道：生意场上1分钱1分货，是自古不变的道理。你才做了这2天，便自作主张做出这等欺上瞒下的事情来。若是来日接手了我叶家的产业，恐怕也要败光了才算完。我爹刚要制止我，陆修锦便接了话茬：大小姐说的有理，这经商之道上伯父是内行，你我虽读了几年的圣贤书，却实实在在是外行。便是齐公子有什么想法，也应当请示了伯父再做才是。这几句话讲到了我爹心坎里，他轻咳2声，也附和道：修锦侄儿说的有理，玉衡呐，年轻人还是不能太鲁莽。齐玉衡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好不精彩。半晌才讷讷开口：是，玉衡受教了。我上前一步，朗声道：爹，让女儿去江南一趟吧。这次是我们违约在先，应当去供货的几家绸缎庄登门赔罪，或许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我爹尚在犹豫，陆修锦也上前一步，同我并肩站立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多亏伯父照拂，如今事情棘手，修锦绝不能袖手旁观。伯父身体尚未痊愈，江南路远，不如就让我和大小姐同去。我有些意外地看他一眼，他朝我一笑，轻轻点头。到了江南，我们连吃了几日闭门羹。10几年的生意，说不做就不做了，是我们理亏。这几家货物积压，好不容易才寻着新买家，哪里肯给我们好脸色？从杨家绸缎庄出来后，我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走，头一次有些泄气。忽然肩上一沉，陆修锦温润的嗓音在耳侧响起：快些回去吧，看这天恐怕是要下大雪了。我裹紧他的披风，感觉周身微微回暖。连累你了，我轻声道。他摇了摇头，眼神清亮。大小姐为了叶家产业四处奔走，殚精竭虑，我十分敬佩。我垂下眼，可我还是失败了。总有人力所不能及之事，尽力便好。更何况我们还没有走完，不是吗？他轻描淡写几句话，忽然让我平静了不少。我点点头。雪后，我们继续去第3家铺子。积雪已经有1寸深了，湖面上也结了冰。南方孩子极少见这冰天雪地的情景，顶着冷风也要在外面玩耍。忽然一声惊呼从湖面传来，我转身去看声音的来源，竟是个半大孩子在湖上落了水。岸边的2个孩子手足无措，试图拿木棍去够他，却离得太远。我与陆修锦对视一眼，迅速奔向湖边。陆修锦3下5除2便脱了外袍，跃入湖中。我一边在岸上大声呼救，一边焦急地看着陆修锦在湖水中浮沉。冬日的水冷得刺骨，便是他水性再好，也未必受得了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的心开始狂跳。那半大孩子力气不小，一抱着陆修锦便同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，死都不放手。陆修锦四肢伸展不开，猛地呛了几口水。我顾不得其他，四处寻了根结实的木棍，人趴在岸边，死命去够他。陆修锦，陆修锦，你抓住！他下意识抓住借力，我却没防备，小半截身子被拖到水中。饶是如此，我也一点没敢松劲。他却似有所感，违背本能地松了手。我面色一变，别放手！我拼命将木棍向前伸，他却不再理会。正当我绝望时，他终于带着孩子接近了岸边。此时村民也3、3两两来了，终于将2人拽上了岸。他唇色已经青紫，面色也苍白了许多，修长的身子此刻摇摇欲坠。我惊魂未定，一把将他拥住，眼泪先流了下来。
没事便好，没事便好。怀中的身体先是一僵，片刻后便奇异地放松下来。他将下巴搁到我的肩头，声音微弱，却含着笑意。我不会死，我还要同你成婚的。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的动作过分亲近了。为了掩饰面上的热意，我手忙脚乱地带他去看大夫，换下了湿衣裳，喝了药，睡了一觉，他的面色终于红润起来。为防他半夜烧起来，我犹豫片刻，还是决定在床边守一夜。次日在床畔悠悠醒转时，看到的是他放大的俊脸。大小姐照顾了我一整晚，我面色一红，条件反射的后退。看来陆公子是好了，那我就走了。正要起身离开，衣袖却被他牵住，他声音轻轻的，却带了点撒娇的尾音。我觉得还没有好。我身子僵住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此刻传来的敲门声救了我。我匆忙上前开门，哪位？门前站着的却是孙记布行的孙老板。前几日还横眉冷对，今日忽然缓和了颜色。多谢叶家小姐姑爷出手相助，特地带我而来拜谢。阿旺，还不快谢谢小姐姑爷。那孩子虎头虎脑，一本正经地朝我作揖。谢谢小姐。又转向床上靠着的陆修锦。谢谢姑爷。没想到这孩子竟是孙家的。我一边招呼人坐下，一边脑中飞速思考。将茶杯递过去时，我笑着开口：孙老板，不必言谢，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岂有做事不管之理？令郎福大命大，日后定有大作为、大福气。孙老板倒也是个爽快人，喝了口茶，便说到了正事。我与你爹做了10几年生意，我也知道你们定是有了难处，只是我也是小本生意，经不起出尔反尔的瞎折腾。年年给你家的那批货，已经另定了买主，这是动不得了。但仓库里还有些其他品质的丝绸，你们若是看得中，便拿去，全当是我儿的谢礼。我大喜过望，欣喜地看向陆修锦，他也冲我笑着点点头。我连声道谢，约好明日去库房挑选。一箱一箱的丝绸装上了船，我心满意足地坐在船头，慈爱地看着他们。可未等我开心多久，便收到了京城来的信，是二妹寄来的。二妹已经成婚，与我1年到头也就见几面，怎么今日忽然千里迢迢给我送信来？我心中隐隐不安，焦急地将信件拆开。信中赫然写道：父亲病危，速回。陆修锦眉头皱了起来，为何府中没有来信，反倒是二小姐齐玉衡？我无端联想到这个名字，心骤然狂跳。那三妹呢？三妹也同他发疯了不成？陆修锦轻轻扶住我的手臂。我们今日便快马加鞭出发，货物派人押送便是。他的话总能奇异的让我平静下来。我点点头，立刻去安排。路上的几日，我心急如焚，心中不断盘旋着可怕的想法。赶回京城时，却仍然迟了一步，府中已是缟素。我强压下心中的悲痛，拜托陆修锦按照二妹信中所说线索先去调查，而我一人独自去府中。临进门，却被2个面生的门子拦下，其中一人面色不善道：你是何人？头一回在家门口被拦下，我怒极反笑。狗仗人势的东西，认得叶字怎么写吗？连我都敢拦。正巧二妹赶到，厉声斥道：放肆！这是大小姐，还不快滚开！二人这才慌不择路，连连讨饶。大小姐恕罪，我们2人是新来的，有眼不识泰山。我冷哼一声，加快脚步进门。李府不过月余，府里老人都被换了个干净，看来齐玉衡早有预谋。府中寂静，灵堂的烛火幽微。路过时，我脚步顿住，目光一瞬凝滞。片刻后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在心中默默承诺：放心，有我在，叶家乱不了。而后仍然坚定地朝前走，走向灯火通明的厅堂。我与二妹赫然推门，倒惊了厅中众人一跳。各位族叔，别来无恙啊！我冷冷扫视一圈，最后目光停在首座的齐玉衡身上。齐公子，好生威风！齐玉衡先是一愣，随即起身，换上如丧考妣的神情迎上来。大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伯父他……说着便泣不成声，旁人见了，定要认为他是个至情至性的大孝子。我死死盯住他，双目通红。
我走时爹还好好的，怎么在你手中没几日便病重了？他仿佛大为惊骇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大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伯父与珍珍对我恩重如山，难道我还能害了伯父不成？我推开他，旁若无人地坐上主位，冷声开口：各位族叔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二叔先坐不住了，拔高了声音：冉冉，你爹还尸骨未寒，你就在这里疑神疑鬼，还怀疑到你二叔头上来，简直倒反天罡。我抬眸看他，我不曾怀疑二叔，只是我在江南这些日子，对府中情况一概不知，想问问各位叔叔，二叔这么着急做什么？难道心里有鬼？二叔顿时脸上挂不住，怒拍桌案：你爹就教你这么和长辈说话？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大哥教出来的好女儿。其他叔叔也不满地看着我。齐玉衡上来打圆场：大小姐，伯父是留了遗嘱的，死者为大，我们都应该听他的话才是。几个叔叔也纷纷附和，说的有理，大哥留了话的，哪里容这丫头在这里放肆？我眼神一凛，让我看看。齐玉衡小心翼翼地将那信纸展开，上面赫然写着：玉衡与老三择日完婚，叶家名下商铺皆归他二人所有。老大与修锦成婚时，参照老二出嫁时的嫁妆安排，城东的2栋宅子归二弟，城西的……我不再往下看，手一扬，将它放到烛火上点燃。众人顿时慌了，手忙脚乱地去就着纸遗嘱，一边还抽空斥责我。我不语，冷笑着用指节轻轻叩击着桌案，一下一下，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。门忽然被人从外推开，寒气直灌。为首的捕头拱手亮木牌：刑名司公干，叶府内有人行使政绩，谋害家主，伪造遗嘱。齐玉衡脸色一变，仍强作镇定：官爷，你可有凭据？话音未落，陆修锦随后而来，身着素色深衣，袖口仍带风雪气。他向我微微颔首，转而对齐玉衡道：证人证物已交付官府，齐公子有什么要说的，上公堂说便是。我只有一事不明，今日一定要当面问你。他双目赤红，声有痛色：叶伯父待你不薄，供你吃穿，供你科考，甚至有意将最宠爱的小女儿嫁与你，你为何要痛下杀手？齐玉衡面色大变：玉衡对伯父一片赤诚，天地可见，倒是大小姐与陆公子一回来便血口喷人，莫非是舍不得这家产，不想伯父将其托付给能光耀叶家门楣之人？光耀门楣？我嗤笑一声：是靠你屡试不第的学问，还是靠你亏损铺子的本事？齐玉衡，你在我叶家锦衣玉食，却暗中中饱私囊，更换管事，勾结庸医，谋害我父，这就是你的赤诚？我每说一句，他的脸色就白一分。叶真真也不知何时来了，她听不下去，尖声道：大姐，你胡说！玉衡哥哥都是为了爹好，为了叶家好，是你自己嫉妒爹看中他。闭嘴！我厉声喝断他。叶真真，你鬼迷心窍，是非不分，帮着外人谋算自家产业，谋害亲生父亲，你还有没有心？叶真真被我的气势吓住，一时语塞。你们要证据？陆修锦上前一步，声音沉稳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：齐公子，你经手的成衣铺账目，采购丝绸以次充好，虚报价格，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你安排进府的管事与那来历不明的郎中往来频繁，这些都需要我们一一拿出来对质吗？陆修锦的话像重锤，敲碎了齐玉衡最后的镇定。他脸色惨白，嘴唇哆嗦，下意识地看向叶真真。叶真真似乎也察觉出不对，看着齐玉衡，眼中第一次有了怀疑。玉衡哥哥，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有什么话，公堂上说去吧。捕头大喝一声，命人将嫌犯带走。处理完家事，我便将重心放回生意上。江南带回的丝绸品质上乘，我立刻让绣娘们加紧赶制冬衣。因之前延误了些时日，这次我亲自监督，采用了更精巧别致的设计，并让陆修锦帮忙写了些文雅词句宣传。新衣上市，竟意外地引起了轰动。原本因延误而对叶家颇有微词的顾客，见到如此精美的衣物，那点不快也烟消云散，
成衣铺的生意反而比以往更加红火。傍晚，陆修锦自外归来，衣襟带血。他将账册放在案上，猪铺亏空已补回6成，赵家赔偿到位。我含笑点头，辛苦。他摇头，微笑道：我不善商贾，你说什么，我便做什么。窗外初霁，雪后月明。我忽然想起他曾在冰湖下奋力救人的身影，想起他说共进退的语气，不热烈，却笃定。于是我问他：若是我那日不愿意认下婚约，你当如何？他轻声道：大丈夫当建功立业，我亦无所有，大小姐不愿，本是人之常情，那便待我高中之后再来迎娶。我认真地看着他，又继续问：那若是我心有所属呢？他有些意外，但认真地思考片刻，郑重地回答我：那自然是遵从大小姐的心愿。那你呢？你怎么办？我眉头皱了起来，继续追问：大小姐若不愿，我自然不能继续赖在府上，我应当先回原籍，筹措几年盘缠，再来京科考。若是来日叶家有需要，我也好帮衬。若是旁人这么说，我恐怕要怀疑他是为了讨好我。可陆修锦这么说，他也这么做了。前世他高中时已经年近30，其中蹉跎的岁月吃了多少苦，我不敢细想。我忽然有些眼热，嗔怪道：你真是榆木脑袋。事情查明，齐玉衡被判了秋后处斩，狱卒提灯引我入暗室的牢底。齐玉衡带着枷锁困坐在稻草上，脸色灰败。见我来，猛地抬头，眼底蹦出光来：冉冉，你终于肯来看我了。我停在门外不语，隔着铁栏静静望他一眼。他神色一僵，旋即扯出笑容：冉冉，我知你怪我，可那药并非我要他死，只是想让伯父虚弱，好立一命。谁想他身体那般不中用，2剂药下去便一命呜呼了。说到底是他命薄，何况他前世将你逐出家门，半分家产也不愿意给你，我替你不值，这也是替你报仇。冉冉，我心里有你，若我得了叶甲，你我仍可比翼双飞。住口！我厉声打断。你说过经商上不得台面，如今却为钱财不惜下毒杀死我爹。你说我是你一世所爱，却在画卷书信里写挚爱真真。齐玉衡，你到底有几副面孔？他脸色骤白，却仍然强撑着辩驳：我与你三妹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，你三妹与妹夫资质平庸，哪里比得上我们2个？我只想将他们的家产夺回来，交到你手里。我盯着他，心中忽然生出一股悲凉。前世10年的举案齐眉，不过是苦日子里的一场将就。齐玉衡，我低声开口，一字一顿：你该下18层地狱。说罢，转身而去。背后传来他失魂落魄的呼喊，铁链拖地，声声刺耳。狱卒替我开路，火把映照出一道长影。我不再回头。门外天光洒落进来，我加快了步伐。陆修锦一身素衣，长身玉立，见我出来，他微微一笑：回家吧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